被迫相亲日，我提前到达餐厅，我没男方微信，也没照片，大概长得不咋地，只知道是个警察，叫顾怀，31岁。我妈希望让警察来约束身为海王的我，然而我怎么可能放弃我若大鱼塘，步入婚姻坟墓？我一直在给我鱼塘里的小奶狗发消息，快点来，破坏相亲成功，我立马给你转正。OK， 姐姐放心，你今天相亲必掰。然而我后悔了，谁能想到这个叫顾怀的警察 Jiggy 巨帅。他进来的时候一身黑西装，身姿笔挺，肩宽腰窄腿又长的，我以为是个模特。餐厅好多姑娘都对他行了注目礼，甚至还有2个小女生上去要微信，但都被他很有礼貌的摆手拒绝。还是个有难得的模特，我怎么就钓不到这样的？他正在往我这个方向扫视，我看到他长睫扇动，脑子里似乎浮现出上堂的声音，直到他有些拘谨地站在我面前，请问是徐小姐吗？那一刻他微笑眨眼，那双 AK 式的眼睛直接狙击了我的心房，一发毙命。救命！原来他就是顾怀，我的未来好老公。我单方宣布，今天的相亲成了。人嘛，有时候就是很现实，沉浮颜值是我的命运，我了解。对，我是徐小小，你是顾警官吗？我眼睛都看直了，大概是目光太放肆，他原本直视我的眼神突然间挪开，耳朵有点红。天，还是个纯情仔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好难得，我没谈过这样的，喊我顾怀就好。他落座，就连坐姿也像一颗笔直的雪松。他大概是第一次相亲，动作坦荡中带着几分拘谨。他不开口说话，是我主动问的他，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吗？健身还是打游戏？我们可以一起呀，一起健身可以肉体贴贴，打游戏可以绑情侣增进感情。谁知他摇头，表情略腼腆。我喜欢看书，但我看的书不好给你看，有点耐什么。我顿时来了兴致，不会是我想的那种吧？男生女生一起研究人体构造，俗称刘备文学，也就是皇叔。他微愕，眼底露出惊喜。你知道我去闷骚啊？也行。我立马顺着话题聊下去，要不互相分享？警察 Jiggy 显然很是激动啊。我俩同时掏出手机，我打开夸克，小姨娘的23是1v3，他打开微信读书，尸体的变化图鉴。我的笑容戛然而止，他也愣住。我立刻将手机收回。救命，脸好烫。翻篇，我还要找下个话题。我沉迷男色，似乎忘了一件事。直到小奶狗捧着玫瑰盛装出席，我才彻底懵了。小奶狗当着顾警官的面给了我一个拥抱。你好，我是徐小小的男朋友，中行。不是，我看到顾怀的微笑逐渐收敛。此时哀莫大于心死。我妈问我相亲成果如何，我只摆摆手，欲哭无泪。人家条件好，大概是看不上我，连微信都没加就走了。我不敢告诉我妈，是我自己搅黄了婚事。原以为这事儿到此结束，谁知我和顾怀 Jiggy 缘分不浅，可惜是孽缘。因为曾经沧海难为水，导致我现在看我一众鱼塘都提不起兴致。每天睡觉，脑子里自动浮现顾怀美颜，他一本正经拿出尸体图鉴的样子，好正经，我好喜欢。顾怀俨然成了我心目中得不到的白月光。我婉拒了中行的转正请求，去酒吧和小姐妹喝闷酒。在墙角吐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警车鸣笛的声音，一个男的撞了我一下，大喊：还愣着干什么？等死呢？赶紧跑啊！跟我说的。跑什么？本来脑子就是晕的，这会儿根本思考不过来。我看到好几个男女从酒吧冲出来，表情惊恐的逃窜，情绪下意识被带动，吓得我也跟着他们一起跑，直到警车拦截了巷口，挡住了出路。一群警察叔叔将我们围住，掏出小手枪，不许动，抱头蹲下。我吓得腿都要打颤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呀？我声音都哽咽了，高喊：我就来喝个酒，我犯什么事儿了？我良民，警察叔叔，他们都说自己是良民啊！我懵了。一起跑路的共6人，分别被带上了6辆车。你说巧不巧，车上坐的正是我心心念念的顾怀警官。昏暗的车内，一张侧脸精致到无与伦比。他看到是我，愣了一下，但什么话也没说。我主动调整状态，娇滴滴的打招呼：顾怀哥哥。我感受到压着我的女警发了个抖。顾队，你们认识？顾怀此时的状态和相亲那日截然不同，带着严肃冷冽的气场，让人生畏。他嗯了一声，见过哈。差一点就要步入婚姻殿堂的人，居然只是见过，我很伤心的好吗？女警，那可能真的是抓错了。我点头，我都说了我是良民。顾怀看向我们，眼神更严肃了。许平，工作的时候不能感情用事，就连警察都不一定100%是好人，更何况是朋友。我们不能冤枉好人，但也不能放过坏人。朋友，好吧，比见过近了一步。我坐在顾怀身边，他用手铐将我俩拴在一起。一路上他一句话都不接，我喊他好几句顾怀哥哥，
他只淡漠地回了一句：“我在工作，警局审讯室内。”许平负责问话，顾怀在玻璃窗外旁听。这个许平应该是个新人，没有其他人那么严肃。你们一行几个人？我还有俩朋友，他们不知道我被带来了。许平立刻面向摄像头报告顾队，还有2名同党。许平又问：他们都吸了吗？东西是谁给你们的？我这才反应过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。你们问的是什么？不会问的是毒品吧？许平，不然呢？我傻了，我没有，我真是去喝酒的。许平，那你跑什么？我说我跟风跑的，他们能信吗？顾怀听不下去了，进来准备药检，口说无凭。2小时后，药检还了我清白，并且酒吧的监控录像也送到了，那个摄像头刚好就在我头顶，拍得特别清晰。他们特意喊来唇语大师，想破译我们是不是在做非法交易。大师当着16个人，尴尬而机械的翻译。曹，跟我相亲的那个顾警官帅炸了，那小肌肉爆炸的，哎呀，我死之前得尝个他那样的。一时间，整个办公室安静到可怕，其他人都盯着顾怀忍笑，而顾怀没有了刚刚顾队的冷峻气场，只是用复杂的眼神打量我，坐姿有些局促，耳根染上淡淡的绯色。救命！我社大死啊！也不知道他以后怎么看我。我拘谨的像个鸵鸟一样站在众人面前，脚趾抠着地板，目光无处安放。直到顾怀散了人群，他朝我走来。今天是我误会你了，很晚了，我送你回家。心情就像过山车。我突然好起来了。这么晚了要送我回家，是不是有什么说法？说法就是没有说法。姐妹们听说我被警察带走，特意来局子把我截胡了。顾怀目送我上车，2个姐们比我还恋恋不舍，一步一回头，好帅啊！我立刻打住，别想。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相亲对象。回去后，我在床上拧巴成了一条蛆，忘了大事了。见面2次，我都没有加顾怀的微信。难得这么有缘，证明上天想撮合我俩，我决定主动出击。周5，我让我妈去找了当初给我介绍顾怀的那个媒婆，想再约一次相亲。电话里，顾帅哥呀，上次跟你们闺女相亲吹了，又给她介绍了一个，这会儿应该已经吃上饭了。好家伙，吓得我当场问了地址，直奔餐厅。然而到了之后，我又迷茫了，人家又不是我男朋友，我来这里能干什么？我根本没有搞破坏的资格呀。顾怀依旧光彩夺目，不少姑娘时不时扭头看他。然而他对面的女孩子也很漂亮，跟金童玉女似的。她们似乎也才刚来，女孩子还在看菜单。我选了个隐蔽的位置坐下，既然来都来了，我看看她不犯法吧。我点了菜，甚至为了缓解佯装打电话。菜都上了俩了，你不来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声音太大，顾怀居然回了头。目光对上的那一刻，我有种被人抓包的心虚感。我连忙低头玩手机，那边似乎聊得很愉快，总能听到那女生的笑声。我突然有点酸，第一次这么主动，好像失败了。眼眶温热，我去厕所洗了把脸，出来的时候心不在焉，也不知道相得怎么样了。徐小小，好巧，你是约朋友来吃饭的吗？顾怀就站在卫生间门口，我没看到他，差点撞他身上。2人站得好近，我心跳好快。我尴尬的扯谎，是啊，但是朋友放鸽子了，不敢再继续这个话题。我连忙转移。刚刚看你旁边坐了个女生，你来这边相亲。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，嗯了一声，微笑。不过不太合适，我拒绝了。她好像有点恼羞成怒，饭没吃就走了。Yes， 我内心狂喜，表情有点没收住。我已经在拼命克制上扬的嘴角，但似乎越是克制，越是容易显得我狰狞。我顺势约她一起吃个饭，就很单纯的吃个饭，毕竟现在2边都被割了。说完我就后悔了，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但他似乎没想那么多，自然的就让服务员把2桌菜拼在一起。我的心跳不自觉加快，这种感觉不像我就是纯吃饭，2个人好多菜，吃得不亦乐乎。我觉得太安静了，主动问他，话说我还没你微信。顾怀抬眸，认真看着我，你有？我没有，我要是有我天天抱着手机聊了。我翻遍联系人，发现有个不认识的叫 AA 小顾的被我分到代购组了，而且我们还聊过天。你好，我某某粉底液多少钱？我查他650。我跟官网一个价，原来我们的缘分这么尴尬的吗？这不能怪我，你名字太像代购了，同事给我改的。饭后他送我到楼下，我一个海王居然玩起了纯爱。面对警察哥哥，我尝试了好几次，还是没敢主动拉他小手。我真是个废物啊！到家后，我妈立刻给打了电话，问我相亲结果怎么样。我满脑子问号，什么相亲？顾怀不是在和别人相亲吗？我怎么好提相亲？我就吃个饭。我妈，不对呀，刘姨跟我讲，她接了我的电话，就给顾怀发了短信，说你想跟他约2次相亲，而且已经在去的路上了。顾怀还给刘姨发了个好的，我以为你们今天已经聊到成家上了。轰，脑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炸了。
原来卫生间门口的见面根本不是什么好巧，是他去找我的，而且他早就知道我没有朋友要等，我去餐厅是为了见他。我的脸顿时跟火烧的一样，好在他顾及我的面子，当时没有戳破。他还挺绅士的。我开心的哼歌洗澡，洗到一半突然惊觉，顾怀回刘姨好的是什么意思？他并不讨厌我，是觉得我俩有发展可能吗？被窝里，我少女怀春般的小心翼翼给 AA 小顾发了个语音，我反复听，确定声音甜美才发了出去。哥哥在吗？那边回得很快，在。正当我准备继续的时候，他又甩来一张截图，我顿时警铃大作。中行加了顾怀，他怎么搞到顾怀微信号的？甚至还挑衅他，姐姐只是馋你的容貌，但姐姐喜欢嘴甜的，你又不甜，对你很快会腻。而且我比你年轻，体力比你好，每天都去健身，你怎么跟我比？我靠，正面宫斗啊！我敬中行是条汉子，同时我内心慌乱，生怕中行坏了我的好事。但更让我在意的是顾怀的回复，他的字眼很冷淡，但我竟嗅到了一丝对狙的味道。哦，你确定？所以顾怀要为了我跟他比一比吗？不确定，我问问。结果顾怀说为什么要跟小孩子攀比？我直接把他删了。哦，白兴奋了。后来我尝试过约过顾怀几次，不知道是真的忙还是在避开我，他总说没时间，要做紧急培训。他都是队长了，还培训？不想理我就直说。而且我自己最近也挺忙的，最近有个设计师的酒会，没工夫聚焦到他身上。大家都会穿戴自己设计的服装或珠宝盛装出席。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业内酒会，我居然看到了西装革履的顾怀，正被一群人围着。今天的他格外抢眼，西装比相亲那日更为精致，特别是那枚胸针，不像是他能买得起的，价值连城。没想到这本人这么帅！他要是以前都露脸，他的珠宝应该能更火。他的身材好棒，想摸倔大师的胸膛。倔大师，那不是我师兄吗？什么时候成顾怀了？而且今天的他举手投足优雅，应对起人来游刃有余，有那么点花花公子哥的味儿了。目光对上，他微微愣了一下，装作没看见，继续与旁人寒暄。我举着酒杯故意上前，哟，这不是。顾怀眼里有着一闪而过的慌乱，但很迅速地恢复镇定。徐小姐，久仰大名，我挑眉打断，师兄，装不认识，还记我的仇呢？旁人低语，原来这和徐小小不对付是真的，是师兄妹也是真的。顾怀微愣，松了口气，愕然一笑。我帮他掩饰了过去。随后无人角落，我借着查看他胸针的名字，偷偷戳了一下他的坚实的胸口。他未察觉。师兄，剧本背得不到位啊，连我都忘了。顾怀表情严肃，人物关系网里没有你的名字，而且据说你今天不会来才对。我点头，后来才决定来的。谁叫他不答应我的约会？我又不是真的纨绔，除了撩汉，我还是要搞事业的。我问他来做什么，他说工作内容不能跟我透露，但我能猜到他是来卧底的。电视剧照进现实，刺激。我打趣，我理解的便衣还是路边摊山东杂粮煎饼的呢。顾怀无奈，我倒宁愿去摊煎饼，煎饼比社交好学。原来他说的培训是真的。我好奇，都培训了啥？也不知他在想什么，眼神突然有些局促，不敢直视我，眼底浮现出淡淡的红，就连声音也跟着青涩起来，小声。培训后，我嘴变甜了，轰！我脑子里似乎火山喷发了，突然就想到中行给顾怀发的消息，姐姐喜欢嘴甜的，你不甜，对你很快就会腻，身上的血液似乎都在变热。要不是还有很多设计师把他盯着，我真的很想扑过去，在他耳边说一句，让我尝尝甜不甜，免得你说假话。当然，就算没人，我也不敢。这算袭警吧？方才那句话似乎耗费了顾怀很大的勇气。他没再直视我，突然他蹙着眉，尴尬地按着耳朵说了一句，还不是嫂子，好像是这一句吧，我没听清。我这才发现他好像戴着耳机，应该是和队友保持联系。顾怀没时间再陪我，我还有工作。刚才的是谢谢你，是成请你吃饭。哦豁，之前怎么约都约不到他，现在他说要请我，我突然有点感谢那个不对付的这师兄了。他现在是我的活跃劳。约饭来得很快，距离酒会那日只过去了3天。那天快散席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带领着4个人把3男1女给按了。离开时格外有气势，我看得心脏砰砰直跳。我身边的设计师还在说，不是倔，是警察。我去，我更喜欢了，内心默默泛起了淡淡的醋味。小声切了一下，回座喝酒。占有欲在脑子里叫嚣，他是我的，迟早是我的。手机收到顾怀的信息，他发了一个表情包，是小猫咪在说谢谢。会用表情包了，确实变甜了。他约我吃饭，我特意化了个斩男装，选了个最有情调的餐厅。不知是不是我错觉，吃饭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人在看我们这桌，和上次其他女生盯顾怀的感觉不一样，似乎是在盯着我看。顾怀的表情也很怪，
我抬头的时候，他有时在皱眉，有时又似乎在生气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只道一句：失陪。我去下洗手间，大概是女生的第六感。我觉得有2个人是故意跟着顾怀去卫生间的。我担心有坏人，偷偷跟过去。只见卫生间外的安全出口处，一对夫妻似乎在对顾怀训斥。拿着，我看不到他们要顾怀拿什么，但顾怀推脱，表情也十分尴尬。妈，还用不上妈，他们是顾怀父母。顾怀妈妈，让你拿着就拿着，好好表现就能用得上。妈，真不用。顾怀一个阻挡，那东西啪一声掉地上。好家伙，我现在脸烫得不行，居然是幸福必备品，而且 XL 号的。顾怀吓得连忙揣裤兜里。他妈见他收下，满意的领着他爸走了。我连忙缩了缩身子，生怕被察觉。正当我也准备回座位的时候，背后传来顾怀的声音：出来吧，我都看到你了，不愧是警察，挺敏锐的。我尴尬地走了出来，目光下意识瞥向了他鼓鼓囊囊印出方盒的口袋。他顺着我的目光也低头看了自己的口袋一眼，顿时咳嗽2声，头扭向一边，脸颊红润有光泽。救命！他这个表情真的超级可爱，让我想狠狠嗨嗨，算了，我不敢袭警。坏消息，尴尬社死的事儿没开2度了。好消息，社死的不是我。我和顾怀闭口不提刚才的事儿，回饭桌继续吃。谁知他口袋太浅，一坐下，盒子又啪的一声掉地上。此时恰好一个男的搂着女朋友路过，男生说了句：嘿哥们，你子孙带掉了。那一刻，堂堂警局顾怀顾队长像极了鹌鹑，我感觉他想找个地方钻进去。要不用用，我小声嘟囔了一句，说完就后悔了。什么？他没听清。我连忙摇头，心脏狂跳。没听清就好，当我什么都没说。我看得出来，顾怀是那种对爱情很腼腆的，他应该想慢慢相处，先培养感情。我尊重他的选择。姐妹们说我变了，变得不爱找乐子了，居然不走肾开始走心。后来我妈也问我情况，我笑而不语。我妈懂了，直呼徐家好事将近。我和顾怀谁也没去提男女朋友这件事，但彼此心领神会，两人似乎处于了一个暧昧的阶段。聊天的时候，我们会分享乐子，分享生活。520那天，他值班，我放假，我就想着主动去找顾怀，等他值班后一起去吃饭。谁知一推开警局的大门，看到中行坐在大厅里。姐姐，他眯着眼对我打招呼。我意外，问他来干什么的。他咬牙切齿的微笑，我就是不服气，我想看看他哪里比我厉害。我记得那次中行加顾怀之后，我就跟他好好聊过，说清楚了，他也决定放手。可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顾怀刚好下班，我和顾怀见面过很多次，但我是第一次见他穿背心，露出了恰到好处的肌肉，甚至隐约露出了一点胸肌。顾怀跟我打了个招呼，说今天没办法陪我了，然后对中行说了句走。我头顶的问号更多了。我从许平的口中得知，中行这社牛跑到警局来，要找顾怀比身材。顾怀居然没把中行轰走，而是一本正经的开口：给你2个选择，一，妨碍公务，后果自负；2，你最好是徐小小亲弟弟，我可以下班后陪你胡闹一下。社牛到一半的中行萎了，自然选择了后者。他对外说，我俩是有血缘关系的。雄竞场面很难得，我立马跟上去准备观摩。中行刚要对我腰部伸手，被顾怀捏住了手腕，不是亲姐弟嘛，禁止骨科。结果中行把顾怀的手一甩，我和亲姐关系好，要你管。而我顺势躲开了中行的拥抱，往顾怀身边窜。你大了，应该和姐姐保持距离，而且你现在有姐夫了。姐夫2个字，我当着顾怀的面说了出来。他突然走路同手同脚了，好可爱。我小声，你没必要比的，我会选你。我记得顾怀说过，他不是小孩子，不喜欢攀比。但这次顾怀却改了口，这不一样。许平从后面追上来，拉倒吧，顾队就是想在你面前秀一下腹肌。我一时扼住，秀腹肌这种行为我实在没办法联想到顾怀身上。可看顾怀蹙着眉的模样，故意用严肃死板的表情藏住眼底的慌乱。显然许平没有说错。顾怀，别乱说。许平，没乱说啊，刚程鹏给你出主意的时候我就在旁边，我觉得你们根本不了解女人，秀身材还搞得跟地道战似的。顾怀噎住，很不好意思地看着我，他不说话了。中行一个白眼翻上天，拿我当工具人是吧？我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他们提议去健身房，我直接打断，拉倒吧，一股汗味儿，要不干脆直接点，明天大家都放假对吧？早上10点，水上乐园见。很好，大家似乎都很期待，就连许平也要参加，他难得见到这种场面。我连晚饭也不约了，直接回家做准备。从选泳衣开始，我就下足了功夫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明天应该和顾怀有大进展。早早的，我们在水上乐园门口集合。时代在发展，现在女生的泳衣穿大街上都以为只是连衣裙，所以我们干脆穿着泳衣来的。
我没在顾怀面前穿过吊带短裙，他的目光定在了我身上。察觉到我看他，他的目光又快速挪到一边，不敢直视我。我凑近，小声：“好看吗？”他顿住，我似乎感觉身旁的人在散发着热气。他的声音也很小，但好在很坦诚：“好看。”他的脖子和脸都红透了。啊！他的反应为什么这么可爱？中航一个白眼翻上天，七，酸臭。许平七了一声：“别嫉妒我们顾队。”中航这种小海王下意识就伸手去戳许平的小酒窝。我们三个身材好的来玩，你一个平板来干嘛？许平反手就给中航按了。中航嗷嗷叫：“疼疼疼！姑奶奶我错了，你最美。”我和许平租了个球，先下水玩，等他们去换泳衣。露天泳池乐园里，到处都是身材火热的美女和自信秀腹肌的帅哥。我起初还在想，顾怀虽然颜值高，但腹肌真不一定有这些天天健身的公子哥优秀。直到听见旁边几个路人小姐姐发出了感叹声。我去，2个大帅哥！我下意识回头，只见中航和顾怀换好衣服出来了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8块，2个人都是8块，一点都不少。顾怀比中航略微魁梧一点，但又不至于过壮，反正就突出一个词：完美。中航对着顾怀哼了一声：“半斤8两吧，看不出来你还行啊。”他下泳池的表情跟回家似的，随性又放肆。而顾怀显然还有些拘谨，用脚试了试水温，还没下来。旁边小姑娘直接凑了过去：“帅哥，有伴吗？要不要一起打球？”我心里泛起一丢丢醋意，但我并没有急着宣示主权，而是学着这些小姑娘凑过去，装作不认识她的模样，搭讪：“帅哥，来打球哈，我和我小姐妹在等你呢。”我故意抛了媚眼。顾怀的小表情精彩极了，他蹙着眉，有些无措地看着我，似乎想怪我打趣他，但又说不出口，最后通通变为明显的羞涩。旁边的小姑娘瞪了我一眼：“我们先来的。”我装作没听见，在水中朝着顾怀伸手：“别发呆呀！”下来，顾怀有些木讷地从台阶上一步步进入水中，当着旁边小姑娘的面牵了我的手。旁人一副扫兴的模样离开。顾怀小声：“你不怕别人误会你轻佻吗？”“不怕呀，我还有更轻佻的时候，只不过现在改了。而且你不觉得这样很刺激吗？我差不多也算是他的正牌女友了，却装作外人逗他，像极了书中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的刺激。嗨嗨，小孩子千万不能跟我学。”我故意使坏，凑近，用沾了水的胳膊装作不小心贴上了他斜侧方的腹肌。触碰的瞬间，他抖了一下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有些慌乱地咳嗽了2声。嗨嗨，水有点冷，没适应。我挑眉，冷？我以为是烫呢。呼吸这么快，顾怀浑身绷紧，他自以为表情掩饰得很好，却忘了自己上半身是光的，一绷紧，肌肉都跟着缩了一下。他真的不经逗，逗他太有意思了。顾怀很高，水在我的胸下，却只没过他的腰肢。许平喊他过去打球，他似乎是找到了逃避我这个话题的理由，连忙过去，玩得很尽兴。4个人顺便订了个餐厅，顾怀掏钱。他们都换好衣服了。我头发长吹得有点慢，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许平蹲在墙角，一副卧底的表情。干嘛？许平一脸神秘，把我拉到他身后。顾怀和中航似乎在外面吵架。中航一脸不服气，抱着胳膊咬牙切齿：“你耍赖！”顾怀一副看小孩子的表情：“我怎么耍赖了？比腹肌也是你要比的。中航，好几个女人在姐姐面前夸你帅，你肯定请脱了。我没想到你这么心机。你个蓝绿茶！”许平扑哧一声就笑了，太逗了，我功德要笑没了。能听到别人骂顾队男绿茶，这辈子也值了。我也拼命点头。顾怀一副兄长忍让弟弟的模样，尴尬又无奈：“真没有，我都不认识，他们自发来的。”这话一说，中航更受伤了，他气呼呼地叉腰，刚好就扫视到了我们。别躲了，出来！笑的声音这么大。吃饭，今天吃饭是顾怀请客对吧？他瞪了顾怀一眼：“我要吃垮你。”顾怀叹气：“小孩子的报复方式，随你。”随后，中航在饭量上取胜了，顾怀自愧不如，并且积极买单。各回个家的时候，中航打着嗝凑到我身边：“姐姐，其实顾怀人挺好的，2023年了，傻子不多见了。”我瞪了他一眼，他不傻，挺聪明的，而是他这是老实。中航咧着嘴，阴阳怪气地学我说话：“哟，还聪明还老实。”我切了一声。中航偷偷给我塞了个券，我也不白吃顾怀的，拿这个券可以去前面超市领20双增高鞋垫，你帮我给他。我不用，你178对吧？他比你高10公分呢，用不上。中航，我180，我178。尼玛！中航气的五官都扭曲了，忍着没打我。我去上了个厕所，出来看到中航在路边哭。我问顾怀他怎么了，顾怀摇头不知道，他说他不想看到我。许平安抚中航：“别哭了，丢不丢人？”中航声音哽咽：“我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委屈。”许平翻了个白眼：“行了，别哭了，跟我们欺负你似的。姐姐请你吃冰淇淋。”中航：“好，还挺好哄的。”顾怀送我回家，楼下我迟迟未动，他也没走。
纠结223，我主动开口，要不上去喝口水。顾怀看着地面点了点头，我刚好有点渴了。电梯内安静的不像话，我似乎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，好热烈，感觉要蹦跶出来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等我一开门，我就搂着他的脖子，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，拽着他的衣领落吻，然后两个人扭在一起，一路滚向沙发。救命！我的脸好烫，我拼命的深呼吸，给自己添加勇气。在钥匙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立刻面向他，踮脚，一手搂住他，一手拽他衣领，去吻他。他惊愕，下意识就要推开我，他不敢用力，而且我俩的身高让他下意识就推到了我的心口。触碰的瞬间，他立刻收回手，双手捏拳，指缝间搓了又搓，却无处安放。小小，我们的关系还没……我咬着牙，有些委屈。你想说我们只是玩玩，并不把我当女朋友喽？他急了，连忙否认，怎么会？我是认真的。他眼神里有着不知所措，但他的身上好烫好烫，显然他也很心动啊。可他为什么要克制？我知道他很保守。行，那么这种事就交给我这种坏孩子好了。我再一次蛮横的踮脚吻他，他又要躲。我故意压出哭腔，顾怀，你要是再拒绝，我真的会哭的。这一次，他乖巧的顺从了。我从他眼神里看到了心疼，他是真的在害怕我哭。我一边吻他，一边把他拽进去。目标，沙发。他小心翼翼地扶着我，怕我摔了。然而，我靠近才发现，沙发上有2个头发花白却茂密的人头。啊！我吓得立刻将顾怀推开，顾怀也几乎是下意识地挡住了我，将我护在身后。2个人缓缓回头，是我妈，还有他妈。顾怀，妈，你为什么在这？我嘴角也在颤。妈，你干嘛突然来我这？2位母亲脸色红润，笑容间带着一份尴尬。顾怀母亲搓着手起身，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我明天再来。我妈也跟着站起来，我送你，刚好我也要出去买点东西。他们走了。在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还听到顾怀妈妈说：“老天有眼，我儿子终于开窍了，留下我和顾怀面面相觑。”脸烫的不敢再继续，让他喝了杯水就走。顾怀他妈来我家，本来是想大家一起商量下婚事的。我妈给我发了短信，但我手机静音，没注意。我和顾怀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把婚事定了下来。我连女朋友的身份都还没挂上，直接变成了未婚妻。我正大光明地以家属身份去警察局找他。有次中行也在，我问他来干什么，他说他来哄女朋友的。许平害羞地看了我一眼，忍着微笑。谁说我是他女朋友了？还没答应呢。我了然，挑眉，没人说啊，我都不知道。这会儿你自己承认了。许平和中行发展得很快，结婚居然都比我快一步。我和顾怀是他们的伴郎伴娘。许平的手捧花高高丢向上空，顾怀靠着身高优势一把接住。他当着众人的面拿着手捧花走向我。父母订的婚，但我之前没向你正儿八经的求过。我不希望人生留有遗憾，我也希望给你足够的仪式感。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，他单膝跪地，拿出了戒指。徐小小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鼻尖发酸，接过鲜花点头，我愿意。完。